大家好，多家德国主流媒体对习主席访欧的第二站塞尔维亚及匈牙利也进行了跟踪报道。法兰克福汇报以题为“习近平终于被当作朋友盛情款待”做了报道，其离异当然不是什么正面的东西。习近平在法国不得不听到许多批评，不过在塞尔维亚，他将见到一位曾经亲吻过中国国旗的东道主。习近平欧洲之行的开端，充其量只能说不冷不热。在巴黎，努力保持友好关系的语调与贸易敌对日益加剧的明显迹象交替出现。然而，周二下午晚些时候，中国国家元首和党的领导人前往一个他只会获得赞美而非不和的地方。在塞尔维亚，武契奇总统在等待着他。他曾经甚至亲吻过中国国旗。德国商报对此报道的标题为“习近平在贝尔格莱德向北约发起挑战”。在法国，中国国家元首致力于和谐。习近平欧洲之行的第二部分将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将与他的巴黎之行形成鲜明对比。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晚间豪华国宴、周二结束时的乡村之旅。在习近平对巴黎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没有落下给予中国国家元首和党的领导人的任何一项荣誉。按计划，习近平一行于周二下午晚些时候继续前往塞尔维亚。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几位中国高级政治家，包括中国首席外交官兼外长王毅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蔡奇是由7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之一。政治局常委是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预计他将在匈牙利结束此次欧洲之行。虽然行程的前半部分看起来更像是中国希望表明与欧洲合作的意愿，但中国领导人却在行程的后半部分发出了完全相反的信息。访问塞尔维亚的日子并非随意选择，习近平是在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5周年之际抵达塞尔维亚的。习近平在抵达贝尔格莱德之前就已定下基调。在抵达贝尔格莱德之前，习近平就在塞尔维亚日报政治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定下了基调。文章说，25年前的今天，北约无耻地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死了3名中国记者。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1999年5月，美国战机向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现为塞尔维亚的一部分）投掷了数枚炸弹，3名中国公民被炸死，另有20人受伤。1999年3月，北约部队开始轰炸南联盟，中国大使馆遇袭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为此道歉，并称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美国官员当时解释说，由于信息有误，他们认为该建筑是南斯拉夫军队的补给中心。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利用这次袭击来表明美国和北约是动乱制造者。中国国家媒体经常刊登文章和漫画，将北约和美国描绘成残暴的侵略者。习近平的欧洲之行，白兰地的法兰西。习近平欧洲之行的第二部分与巴黎之行形成鲜明对比，在主要冲突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和解。正如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4月访问北京时的情况一样，习近平对中国向欧洲出口大量补贴产品的批评置若罔闻。在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上也收效甚微。据马克龙称，习近平承诺将严格管控，确保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民用产品，即所谓的军民两用产品。不过，中国领导层的其他代表过去也曾做过类似承诺。不过，其他方面显示出合作的信号。在法国会晤期间，中法两国企业签署了多项协议。根据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其中包括中国政府与飞机制造商空客公司签署的协议。空中客车公司总裁福瑞是受总统府邀请出席周一晚为习近平举行的官方国宴的众多公司代表之一。出席晚宴的还有达菲轮船公司总裁萨德和阿尔斯通总裁普帕特拉法基。周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席话也导致法国干邑白兰地生产商的股价飙升。马克龙在周一晚间表示，习近平表达了他的愿望，
即不必对法国干邑摆兰地实行临时措施。中国认为马克龙是布鲁塞尔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幕后推手。作为反制措施，中国政府针对从欧洲进口的烈酒，主要是法国干邑摆兰地，威胁征收惩罚性关税。虽然习近平在访问法国期间的讲话不太可能避免这些问题，但市场还是感到高兴。宝乐利家和君度两家烈酒公司在巴黎的股价一度分别攀升近4%和7%以上，成为市场上的最大赢家之二。瑞士国家媒体瑞士广播电台对此也做了报道。塞尔维亚和中国为何是亲密伙伴？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正在塞尔维亚访问，这是一次朋友之间的见面，甚至在见面之前，双方就强调了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多么良好和密切。两国拥有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国际新闻编辑 Yanis Farlander 回答了最重要的问题：两国关系有多密切？两国将这种伙伴关系形容为铁哥们。这些良好的关系符合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战略，即努力与所有大国集团建立平衡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最近得到了加强，从互免签证旅行到去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再到在塞尔维亚设立中国文化机构。另一个重要支柱是1999年北约袭击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所造成的共同痛苦。经济合作是如何进行的？中国已经是塞尔维亚仅次于欧盟的最大外国投资者，两国正在不断扩大经济合作。这个巴尔干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在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其中的旗舰项目是连接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高速铁路，部分路段已经完工。由于中国的资金投入，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之间的行车时间也从90分钟缩短至20分钟。中国还对塞尔维亚工业进行了投资。下图为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之间的高铁线路图。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如何？塞尔维亚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中国在科索沃问题上赞同塞尔维亚的立场。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多次强调，塞尔维亚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相反，中国不承认科索沃独立。因此，作为在联合国拥有否决权的国家，中国是塞尔维亚的重要盟友，因为它可以阻止科索沃加入联合国。塞尔维亚不对人权问题横加指责，而中国则不批评武契奇日益独裁的政府风格。两国还因对北约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持怀疑态度而团结在一起。配图说明：热烈欢迎习近平，塞尔维亚张贴欢迎习主席的海报，以纪念他的来访。塞尔维亚人如何看待中国？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对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的，相反，最近对欧盟的支持率却有所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高调提供了医疗用品和疫苗等援助，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比如连接诺维萨德的火车，让人民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的援助。另一方面，欧盟却未能突出其广泛的投资，这可能也是因为许多塞尔维亚人对加入欧盟失去了信心。德国《世界报》着重报道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与习近平的关系。欧尔班早就站在习近平一边。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担心来自中国先进而廉价的电动汽车的竞争，布鲁塞尔已经着手对中国进口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但习近平和中国制造商已经有了规避关税的计划。匈牙利恰好是最大的受益者。德国知识补充，德国交通部长威信他昨天官方宣布不支持欧盟对中国进口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所以呢，这是个好消息。当然，也是从德国自己国家利益考虑，毕竟中国市场是德国汽车最重要的市场，所以呢，德国肯定不敢支持对进口中国的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好，我们继续往下。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黎期间，主要的经济政策问题是布鲁塞尔正在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法国和德国公司是欧洲汽车行业的领头羊，他们希望捍卫本土上年轻的电动汽车市场。
抵御来自中国的部分技术优势，尤其是更便宜的竞争。在习近平到访前夕，德国总理舒尔茨已飞赴巴黎，就这一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与马克龙协调立场。他们还可能考虑到习主席访欧的第二部分。这位在中国政治上定调的共产党领导人还将在法国之后访问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习近平明确表示，访问匈牙利对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来说有多么重要。在飞抵贝尔格莱德后，习近平将在匈牙利停留整整3天。在那里，经济政策的重点也将是电动汽车，但情况与在法国截然不同。欧尔班与布鲁塞尔长期不和，转而倾向于与俄罗斯、中国和中亚保持密切关系。近年来，他为中国公司铺上了红地毯，这尤其适用于中国的汽车工业，特别是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他们希望利用匈牙利抢占欧洲市场。匈牙利现在也准备成为中国汽车制造商征服欧洲市场的桥头堡。事实上，在习近平访问匈牙利期间，很可能会宣布一项大型汽车投资。布达佩斯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 Andrea Elteto 说，预计习近平在访问匈牙利期间将宣布更多的中国投资项目。他很可能会宣布长城汽车公司计划投资的细节。该公司正计划在匈牙利建立一家汽车工厂。Elteto 正在关注中国汽车和电池行业在匈牙利的投资。有关长城汽车计划猜测已有一段时间，尽管有关该计划的一些报道已经从互联网上消失，但匈牙利媒体报道称，该公司在欧洲的第一家工厂将建在佩奇市附近的比萨德。比亚迪在赛格德建厂。MFOR.HU 网站上一篇现已删除的文章称，该公司显然希望在一块600公顷的土地上建造中端品牌欧拉和高端品牌 WEY 的生产设施。欧尔班和习近平显然已计划在那里共同露面。尽管匈牙利政府尚未公布访问的正式日程，长城汽车是中国第8大汽车制造商。在匈牙利的工厂将帮助长城汽车规避欧盟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类似的投资可能会接踵而至。分析公司 Merix 的安德鲁·布朗说，如果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或采取类似措施，中国汽车制造商将更有动力在欧洲投资，特别是在电动汽车方面，因为他们可以规避惩罚性关税。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越来越集中在匈牙利。匈牙利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对欧投资。事实上，长城汽车工厂是匈牙利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在欧洲的主要生产基地战略的又一组成部分。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汽车公司已在赛格德建厂，为欧洲市场生产电动汽车。最初，该厂每年将生产15万辆汽车，随后将达到30万辆。该公司在去年12月宣布其计划时称，他打算将匈牙利打造成欧洲生产中心。该公司努力在欧洲和美国销售其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车型，这让这些市场上的老牌制造商感到紧张。欧盟计划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这将使维克多·欧尔班政府成为受益者。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国家指责欧尔班的政府政策经常并持续违反法治原则，如司法独立或新闻自由。欧盟委员会因此冻结了欧盟专门拨给匈牙利的数十亿欧元资金。欧尔班还与俄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保持密切关系，近年来经常阻挠欧盟联合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匈牙利希望成为第2大电池生产国。近年来，欧盟一直在努力寻找对华共同立场，而欧尔班则使匈牙利成为中国的投资热点。Merix 分析师布朗说，匈牙利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对中国公司来说，匈牙利无疑拥有区位优势。维克托·欧尔班的向东开放政策是向中国投资者发出的一个信号，即他们在匈牙利是受欢迎的。这尤其适用于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他们目前是全球技术领导者。匈牙利政府的目标是使匈牙利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2大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基地，中国的投资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例如，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目前正在德布勒森市建造一座占地221公顷的电池工厂。惠州亿维锂能、华友钴业和宁波正宇科技也宣布或已经在匈牙利建厂。这些工厂未来将向全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供货，包括已经在匈牙利生产的德国制造商，如大众集团的奥迪和宝马汽车。专家 Artetto 说，德国制造商坚持要求中国电池制造商在欧洲落户，例如宁德时代工厂基于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合作而建造。不过，要是没有来自中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德国公司可能会很高兴。南朝鲜公司也已经在匈牙利生产电池，然而许多匈牙利人对电池工程的选址感到不满，环保人士和市民担心环境污染，其他观察家则对工程的高额补贴以及道路和水管等必要的基础设施提出批评。研究主任 Artetto 还担心，匈牙利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通过自主研发建立自己的创新电池产业，而是将自己作为中国公司的廉价工作台。他说，这里的电池企业几乎不会在当地建立创新中心，也不会开发自己的欧洲技术，而是将其前沿研发留在中国。这些工厂将成为自己的帝国，完全由亚洲老板控制。好，朋友们，以上是德国世界报的报道，是不是特别的酸呢？这里的在匈牙利或者在欧洲建厂的中国电池公司，比如说这里的宁德时代，当然不会在欧洲开发自己的技术，肯定会将最前沿的技术留在中国。为什么要把这些技术给你们欧洲，对吧？以上是德国世界报的报道，最后我们来看几条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你可以对欧尔班先生有任何看法，但他代表的国家利益远比我们的绿党左翼政府代表的德国利益要好得多。下一条评论：这显示了欧盟在意识形态上无限顽固的愚蠢。首先废除燃油车，以便通过巨额补贴来帮助电动汽车实现突破。电动汽车并非更可持续、更环保。这同时意味着德国汽车制造商主导地位的终结，但却惊讶地发现市场正在被中国占领，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有一个人仍在试图为自己的国家从这种疯狂中获得些什么，他就是欧尔班。下一条评论：习近平和维克托·欧尔班都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问题在于布鲁塞尔武断决定的燃油车禁令。下一条评论：匈牙利人自己不会造车，但维克托·欧尔班很精明，现在他通过帮助中国人来为自己的人民赚钱。反观德国，只为别人着想，把自己的人民当猴耍。下一条评论：我觉得这很好。当德国和法国几乎是有意识地关闭其汽车工业时，欧尔班却想从中获利。他经常受到德国和法国的羞辱，我只能说他一切都做得对。下一条评论：有利于匈牙利和中国。以前德国公司在中国和美国建厂，以便将其技术优势产品打入这些目标市场，并避免关税。现在中国正在复制这种模式，却不知何故，现在似乎有些人不满了。他们对相反的做法并无异议。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奖励创新和创业精神。如果现在别人比我们更擅长这些，那就是我们的运气不好。下一条评论：对于中国的创新，我们可以津津乐道。毕竟，作为一个工作台，中国主要是复制技术。我们将拭目以待。如果获得的机会少了，未来中国是否真的会有很大的创新能力？下一条评论：这就是偏见，其背后还有很多你对中国人的居高临下。我不知道你是否去过中国，但中国人最擅长的是改良产品，而我们在这方面却非常垃圾。很多东西可能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中国的高铁跑得更快，最重要的是准时。磁悬浮克隆板在很多中国城市运行，北京和上海的地铁比柏林的地铁好，微信比 WhatsApp 好10倍。在中国最偏僻的村子都有 5G， 不久可能还有 6G， 等等等等。而我们却如此害怕华为和 TikTok 等公司，
以至于感到受到威胁或想没收这些公司。事实上，中国人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资本家，无论如何都比我们强，但也比美国强。让我们拭目以待，也许你是对的，中国人不会发明什么新东西。下一条评论，布鲁塞尔给了中国和其他人一个没有守门员的得分机会，他们一定对燃油车的禁令笑掉大牙。中国永远不可能赶上燃油车，他们已经在电动汽车方面领先，并将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绝不会犯这样的战术错误。下一条评论，如果你称一个强大国家的政府首脑为独裁者，你就得承担后果。实际上，你在幼儿园就学到了这一点。因为我惹了一个大人物，所以就会有麻烦。欢迎来到现实世界，女权主义或其他什么都无济于事。下一条评论，欧尔班先生可能是欧盟政治人物中唯一还能自由思考、没有屈服于疯狂的人。他心中有匈牙利优先，因此创造了自己的市场和地缘政治地位，这当然对匈牙利有利。中国现在正在扭转局面，可能将欧洲变成中国的工作台，这是历史的讽刺。中国人学得很快。下一条评论，这种离谱的双重标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德国的创新型领先企业更愿意在国外建厂，因为那里的审批程序不需要5年时间。参见几天前关于世界上最大的日泵发电厂的报道。但是当平均人口仍然相当贫困的小国匈牙利为想要在那里投资的公司铺开地毯时，一些德国人就不高兴了。正如报道中提到的，德国汽车制造商也在那里建设了基地。匈牙利之所以能吸引企业落户，不仅因为其仅为9%的低企业税，还因为这里有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且工资成本适中。不过，匈牙利人的平均工资也因这些迁入而有所提高，这对人民来说也是好事。匈牙利没有为这些公司筑起官僚主义的高墙。顺便提一下，匈牙利也有德国的弹药和坦克工厂。下一条评论，对不起，我不能责怪欧尔班。欧盟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经变得难以忍受，而且意识形态化了。比起那些机会主义者，我更喜欢像欧尔班这样的有不同想法的人。下一条评论，欧尔班明白，匈牙利单方面向西方靠拢只意味着衰落，因此匈牙利的方向是多极化，并且非常清楚自己古老的东方根基。欧尔班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正确的，他没有否定自己国家的文化、经济机遇或选民的意见。来自布达佩斯的问候。好了，朋友们，从德语网友的评论来看，几乎都在吐槽德国及欧盟脑残的禁止燃油车政策，以及欧洲的官僚主义。网友们甚至赞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认为他是个精明的人，为了匈牙利及人民的利益而引入中国投资。网友们比政客更清醒，可见这些德语网友们比欧洲政客、比德国政策更清醒。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